Наступні 5 років я зроблю все, українці, щоб ви не плакали. Дякую. 他不是将军，不是政客，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袖。他演过总统，却意外成了真的总统。他靠讲笑话成名，却要在国家最黑暗的时刻说出最沉重的话。他是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一个被时代选中的普通人。今天我们一起回溯他是如何从乌克兰工业小城的教室一步步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1978年1月25日，在乌克兰中部工业重镇克里沃罗格一间普通的公寓里，一个男婴咕咕坠地，他就是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克里沃罗格距离首都基辅大约400公里，是苏联时期重要的铁矿和冶金中心。空气中常年弥漫着煤烟与金属粉尘，街道宽阔却灰暗，人们穿着统一的工装，生活节奏被工厂汽笛声支配。这就是泽连斯基成长的世界，一个典型的苏联工业城市。秩序严明，物质匮乏，但社区紧密，邻里守望。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却属于那个时代少有的知识阶层。父亲亚历山大·泽连斯基是克里沃罗格国立师范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要知道，在1970年代，那时连个人电脑都尚未普及，而他的父亲已经研究算法与信息处理系统。母亲丽玛呢，同样受过高等教育，是一名工程师，后来在大学里担任技术岗位。泽连斯基一家的犹太裔身份在当时的环境下还是面临着各种的隐形歧视，这也让他们选择低调地融入主流社会，从未刻意地强调自己的族裔身份。正是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悄悄地塑造了泽连斯基矛盾又统一的性格。他既有工程师父亲赋予的理性与逻辑，又有艺术家灵魂带来的共情与表达力，还有一种源自犹太少数身份的谨慎与韧性。泽连斯基从小就是一个话多的孩子，他喜欢观察人，并且善于模仿。邻居回忆，他总在楼道里模仿老师说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有一次，他在全校的集会上即兴模仿校长训话，全场爆笑，连校长本人也忍不住鼓掌。但是回家后，父亲却严肃地对他说：“你可以搞笑，但是不能轻浮，幽默要有思想，否则只是噪音。”这句话也成了他一生的创作信条。进入中学后，他加入学校戏剧社，开始参与学校的文艺演出，并在14岁那年就在地区青少年才艺比赛中凭借一段讽刺小品获得了1等奖。那或许是他第一次真正理解父亲那句话，并意识到幽默不只是逗乐，也可以是一种观点的传递。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社会剧烈变动，信息迅速开放。年轻的泽连斯基通过录像带和广播接触到了西方情景喜剧，也看到了俄罗斯的讽刺节目。他发现原来笑声可以用来质疑权威，解构荒诞，甚至疗愈创伤。这种认知悄悄改变了他对搞笑的理解。和大多数的父母一样，泽连斯基的父母希望他未来有一份既体面又稳定的职业。1995年，他伴随着父母的这一期望，考入了基辅国立经济大学，主修法律。然而，课堂上的法条并没有能够留住他的心，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校园戏剧社，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排练小品。这一时期的主题更多反映的是当时的生活状况，既有大学生怎么逃课，又有反映社会矛盾的现实题材，比如说官僚如何推诿，买面包要排长队这种荒谬的现实，在同龄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1997年，他以中学街区为灵感，成立了一个名为95街区的喜剧社团。起初只是在校内演出，后来就开始在基辅的文化宫、青年中心登台。他们不靠夸张的动作和低俗的段子，而是靠精准的语言节奏、角色错位和情境反差来制造笑点。风格朴素却有观察力。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98年，那一年乌克兰国家电视台举办了全国青年才艺竞赛 Morning Star，
95街区报名参赛，表演了一段关于学生如何应付形式主义检查的小品，意外获得了冠军。这次曝光让他们第一次走进了主流媒体的视野。赛后，地方电视台开始邀请他们参与综艺节目的录制，虽然报酬微薄，但是却提供了专业舞台和制作经验。更重要的是，它让团队看到了可能性，也许这可以成为一份真正的工作。1999年，泽连斯基大学毕业，在考律师执照与喜剧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并与团队成员一起将95街区正式注册为商业演艺团体。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当时的乌克兰娱乐产业尚不成熟，收入不稳定，前景不明朗，但是他们却坚持了下来。最初的几年，收入微薄，生活拮据。他们在基辅合租公寓，白天写剧本，晚上排练，周末赶场演出。但是团队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不做低俗搞笑，专注社会观察型喜剧。他们的段子常围绕普通人遭遇的荒诞现实，官僚推诿、物价飞涨、职场虚伪、家庭代沟，这些题材贴近民生，在转型期的苏联迅速引发共鸣。4年后的2003年，转机出现。那一年，乌克兰主流媒体集团1+1传媒注意到了95街区在地方演出中的口碑，邀请他们为一档新综艺节目提供内容，但合作很快升级。2004年，95街区就开始制作自己的周播喜剧节目《第95街区晚间秀》。节目形式融合了小品、脱口秀和音乐元素，每周讽刺时事、调侃政客，还原市井生活。第95街区晚间秀迅速成为了收视热点。一方面，它填补了乌克兰本土高质量讽刺喜剧的空白；另一方面，泽连斯基作为核心演员，展现出了极强的镜头感和语言节奏。观众发现他的表演里有一种熟悉的陌生人感，既像你隔壁的邻居，又像能看透体制的清醒者。随着电视节目的成功，95街区也开始拓展业务边界。2008年，他们投资拍摄了首部电影《爱情狂想曲》，票房位居当年乌克兰本土电影前3。2010到2013年，团队开启全国巡演，覆盖了利奥夫、敖德萨、哈尔科夫等主要城市，甚至前往以色列、德国、美国等地的乌克兰侨民社区演出。同期，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不仅服务1+1频道，也开始为其他电视台和品牌定制内容。到2014年，95街区已从一个校园兴趣小组成长为乌克兰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娱乐品牌。团队拥有固定的编剧、导演、舞美和发行渠道，年收入进入行业前列。而泽连斯基本人也从那个搞笑的大学生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国民喜剧演员。但真正将他推向文化现象级地位的是2015年的一部电视剧《人民公仆》。这部剧呢由95街区自制，在1+1频道播出。泽连斯基呢在剧里饰演一位中学的历史老师，因一段怒斥腐败的视频意外走红，最终以反建制的姿态当选总统。剧情荒诞却直击民心。彼时的乌克兰刚经历了2014年广场革命，民众对传统政客极度失望。人民公仆的出现恰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们对干净政治的渴望。该剧第1季的收视率突破 30%， 社交媒体的话题量更是爆炸，甚至引发了政治讨论。要是真有这样一个人当总统，会不会更好？而背后的投资方之一，正是1+1频道的实际控制人乌克兰寡头伊戈尔·克洛莫伊斯基。这一关联也为泽连斯基日后从银幕走向现实埋下了伏笔。1991年，乌克兰宣布独立，全民投票支持率达 90% 以上。人们以为摆脱了莫斯科控制后，自由、繁荣与民主将随之到来，但是现实很快变得复杂。独立的初期，权力迅速落入了前苏联官僚和新兴寡头手中，国有企业被低价的私有化，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政治上，总统与议会争斗不断，政策朝令夕改，普通的民众眼看着物价飞涨，养老金缩水，而新贵们却在基辅郊外建起豪宅。独立了，但是没有变得更好，成为许多人的共同感受。
2004年，亲西方候选人尤先科在选举中疑似遭毒杀，引发了全国抗议，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公正。最终，最高法院裁定重选，尤先科胜出。这场橙色革命一度被视为民主胜利，但是几年后，尤先科政府陷入内斗，改革停滞，腐败依旧，民众的热情再次被现实浇灭。2010年，亲俄派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他起初承诺平衡东西方关系，却在2013年底突然拒绝签署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转而靠拢俄罗斯。这一决定引爆民怨。2014年初，数十万人聚集在基辅独立广场，高呼“我们要欧洲”，这就是尊严革命。抗议持续了数月，最终演变为流血冲突。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议会推举亲西方的波罗申科接任总统。2014年，尊严革命推翻了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后，乌克兰人曾满怀希望，新政府将带来民主、改革与和平。但是事实很快证明，推翻一个政权容易，重建一个国家却难得多。首先是战争的重压。就在新政府成立的同时，俄罗斯迅速地吞并克里米亚，并且在东部顿巴斯地区支持亲俄武装发动叛乱。短短几个月，乌克兰就陷入了事实上的热战状态。到2015年，明斯克协议虽然达成了停火框架，但是冲突从未真正停止。战线僵持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每天都有炮击、伏击和伤亡。截至2018年，超过1万人死亡，130万人流离失所。国家财政的15%以上用于军费，基础设施重建遥遥无期。而更令人沮丧的是，西方的援助有限，和平遥遥无期，战争成了新常态。其次是经济的持续衰退。2014到2015年，乌克兰 GDP 累计萎缩近20%，货币格里夫纳大幅贬值，通胀高企，许多工厂关闭，青年大规模外流。仅2014到2017年，就有超过300万乌克兰人前往波兰、捷克等国打工。留在国内的人养老金微薄，工资停滞。一位敖德萨老人曾对 BBC 说：“我们赶走了亚努科维奇，但是面包价格翻了1倍。”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腐败并未根除，反而换了新面孔。新上台的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他本人就是乌克兰最富有的人之一，名下拥有著名的如圣糖果帝国。尽管他承诺不搞生意，专注治国，但是媒体多次曝光其家族企业仍通过离岸公司运作，甚至涉嫌利用总统的影响力获取港口特许经营权。2017年，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仍将乌克兰列为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民众发现，广场革命赶走了一个寡头总统，又迎来了另一个。而更讽刺的是，反腐败机构本身也陷入了政治斗争。国家反腐败局和高级反贪法院虽然已设立，但是关键任命却屡遭议会的拖延。检察官常被指选择性办案，而真正的大寡头，如掌控能源、银行和媒体的克罗莫伊斯基、阿克梅托夫等人，依然安然无恙。在这种背景下，公众的情绪从希望滑向了幻灭。年轻人不再相信投票能改变什么，政治参与度骤降。东部的居民厌倦了战争，对加入北约毫无兴趣，甚至怀念苏联时代的稳定。城市中的中产渴望改革，但却看不到可行的路径。退伍军人浴血奋战，却发现国家仍然在原地打转。2018年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60%的乌克兰人认为所有的政客都一样的腐败，只有极少数的人选择相信总统、相信议会。而对非政治人物担任领导人这一支持率首次突破了50%。正是在这样的真空地带，《人民公仆》这部电视剧呢，意外成为了情绪出口。在剧中，泽连斯基饰演的老师说：“他们偷走了一切，却还要我们感谢他们。”这句话也成为了千万人心中的潜台词。2018年，他正式宣布以剧中政党人民公仆党为基础参选总统。2018年12月31日，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一段简短的视频中宣布参选总统。没有舞台，没有政纲发布会，只有一句：“我不是来表演的，我是来结束这场糟糕的演出。”当时很少有人认真对待他，
毕竟他从未担任过公职，没有政党基础，甚至都没参加过一场市政会议。而泽连斯基的竞选主张非常的简单直接，直击痛点。泽连斯基本人没有提出复杂的政策白皮书，而是围绕3个核心口号展开：终结腐败，承诺推动司法独立，资产公开，电子政务透明化，实现和平，重启与俄罗斯的对话，落实明斯克协议，结束顿巴斯的战争，加入欧洲，加速融入欧盟与北约，推动经济现代化。这些主张并不新颖，但是胜在简洁可感知，与民众的日常生活高度相关。他不说结构性的改革，而说你排队办护照要3天，我上台后1天搞定。他的竞选策略更是直接绕过了传统政治机器，直连选民。泽连斯基的团队做了一个关键判断：传统的政治渠道已失信，必须另辟战场。拒绝电视辩论，他公开表示那只是政客互相表演的秀场。此举虽然被批逃避质询，却强化了反体制人设。他们主攻社交媒体，他在 Ins、YouTube、Telegram 每日发布1到2分钟的短视频，内容多为街头即兴问答、政策解读或者是幽默的回应批评，语言口语化，背景常是咖啡馆、地铁站或者是自家的阳台，利用人民公仆的 IP， 竞选广告大量使用剧中的片段，将虚构的角色与现实候选人无缝嫁接。一句还记得那个老师吗？他来了，成为标志性的口号。这种策略极大地降低了沟通成本。据基辅国际社会研究所统计，15到35岁的选民中，超过60%的人通过社交媒体首次了解了他的政见。2019年总统选举共有39名候选人，但是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2人：波罗申科与季莫申科。彼得罗·波罗申科时任总统，2014年尊严革命后上台，主打战时领袖的形象。他强调是自己领导国家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阻止了俄军的西进，并且推动东正教会脱离莫斯科的管辖。但是弱点也很明显，身为糖果大亨，被广泛视为是寡头总统，其家族企业避税丑闻持续发酵，民众认为他说了5年改革，却什么都没改。尤利娅·季莫申科，前总理，橙色革命标志性人物，以金色辫子和激昂演讲闻名。他主打民粹经济政策，承诺降低天然气价格，提高养老金，免费医疗。但是选民普遍认为他老派极端，缺乏新意，且2014年后影响力已大幅衰退。竞选中最大质疑来自泽连斯基本人与寡头伊戈尔·克洛莫伊斯基的关系。克洛莫伊斯基是1+1传媒的实际控制人，人民公仆的播出平台。2016年，其私有银行因资不抵债被政府国有化，损失超过50亿美元。多家国际媒体推测，他支持泽连斯基是为了夺回银行的控制权。面对质疑，泽连斯基回应模糊：“我和他有商业合作，但无政治交易。”这一问题始终未彻底澄清，也成为日后执政初期 IMF 暂停贷款的导火索。但在2019年，多数选民选择相信，即便他是寡头推出来的人，也比现任总统强。第一轮的投票于2019年3月31日举行，泽连斯基得票率是 30.2%， 波罗申科是 15.6%， 两人进入第2轮。接下来的3周成为真正的对决。波罗申科发起了猛烈攻击，称泽连斯基不懂宪法，是克里姆林宫代理人，连乌克兰语都说不标准。泽连斯基则坚持温和路线，在唯一一场非正式对谈中说：“你当了5年总统，战争结束了吗？腐败减少了吗？” Пан Порошенко, зараз війна. Вибачте, будь ласка, але ви мені ставите такі питання, на які ви повинні відповідати, чому війна досі не закінчилась. 4月21日，第2轮投票结果震惊世界，泽连斯基以 73.2% 的得票率赢得了总统大选，这是乌克兰独立以来最高的支持率。几乎所有地区、所有年龄层都倾向了泽连斯基，连波罗申科的传统票仓西部民族主义地区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倒戈。泽连斯基的胜利本质是对整个后苏联政治精英阶层的全民否决，民众不在乎他有没有经验，只在乎他
不是他们。在一个战争未止、腐败横行、经济停滞的国家，干净成了最稀缺的政治资本，而一个演过青年总统的演员恰好提供了这种幻觉，或者说希望。他赢了选举，成了总统，但是没有人告诉他，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反腐承诺遭遇寡头反扑，和平倡议被炮火打断，亲欧路线激怒了北方强邻。短短3年，他从万人追捧的清流变成了在废墟中做生死抉择的战时统帅。他推行的改革真的改变了乌克兰吗？而那场席卷全国的战争究竟是如何爆发的？当导弹落在基辅街头，他选择留下，这个决定又将这个国家带向了何方？下一期我们将深入泽连斯基执政的真相、理想、妥协、背叛与一场无人预料的全面战争。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因为接下来的故事关乎一个国家的命运，也关乎我们对21世纪世界的理解。下期视频见。Василий Петрович Голобородько.